9准时收看智慧馆长直播，你就认了嘛，你就是馆长的铁粉粉，最爱看的就是你。没有馆长，你还能赚钱吗？还有流量吗？真馆粉啊，自己认了啊，准时收看呐。89，你还敢说你不是馆粉？看超过30分钟，那你这是大馆粉。他比线上多数的馆都还认真，人均停留20分钟20秒。各位要检讨一下，你们还没有89真爱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进攻中国市场，馆长直播首秀20分钟捞1400万，然后是内行的建议点狂摇头。台湾知名网红馆长陈之汉呢，近期积极拓展至中国大陆。中国抖音首秀开启直播20分钟便卖出1.7万单旺旺大礼包，带货登上总榜第1名。旺旺集团呢就推出了，好像是一包是188块吧。很多人是建议是说会不会太大包了？看起来还是完全卖光了，非常厉害。同步在线刷的累计观看数高达100万，一夜换算呢超过319万，约新台币1420万，这是20分钟的时候。那15号试播也吸引了405万人次啊，打赏金也破100万人民币啊，可见馆长强大的流量号召力。所以就算是绿媒啊，就算是竞检，在这方面也没有办法酸，就是馆长的能力。馆长这样其实已经是一种台湾之光了，台湾人在对岸可以跟顶流来互拼的。就照馆长现在的，其实他已经是第1梯队了哦，已经可以进入了挑战大陆第1梯队的一个部分。理论上我们应该是用正向来看待馆长这样子一个影响力，不是吗？这绝对有开美颜，因为馆长有宣誓嘛，他不会在大陆平台来讲政治骂脏话。绿媒都说馆长是对中共跪舔的，但是阿馆在大陆不讲政治不骂脏话是为什么？因为不需要。在台湾骂脏话讲政治是为了对抗民进党啊，到大陆去民进党又不存在，哪需要在那边讲政治骂脏话呢？回台湾当然要做在台湾该做的事情啊，去大陆要做在大陆该做的事情啊，认真带货介绍商品，不能以耍噱头取胜，不能像在台湾很多时候根本比如说夸大疗效啊，或者是夸大内容物啊，这种东西在大陆的平台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过去那种掺水直播的人多的去了，然后最后那些人不是都陨落了吗？你看有多少，比如说我最知道就是3只羊，阿馆说是针对整个大陆平台的是个事实的陈述，结果绿媒就把它写成是阿馆又下跪了，接受中国招安了，招你老母，孔子到台湾也得抡拳，是真的。会被人家招呼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好吗？今天在对岸不讲政治不骂脏话很正常，对岸的政治不用老百姓操心啊，对岸的舆论环境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多脏话来招呼啊。对于绿媒来讲很不能接受，为什么很不能接受？因为看到馆长越来越好，绿媒就越来越崩溃，各种找茬嘛。因为阿馆就是按照对岸的规范在办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昨天馆长的直播带货的结果，绿媒有多崩溃。平均在线9.5万，结算的时候385万人次观看 ，W 在大陆就是万变成直百，商品新增粉丝9.1万，一口气破了100万粉，其实还更多。销售量、每1000次观看成交、点赞数、互动率都非常非常的高。刚才有人说到，他卖了将近2亿啦，昨天其实效果出来就差不多2亿，所以上面呢就有人把这个事情给贴出来了。他说馆长首次带货啊，56分钟营业额1042万，网红带货利润20%，1小时赚200万人民币，近1000万台币，这算舔成功还是舔失败呢？第2小时705万哦，带货数据啊，晚上比较低。撇开政治呢，对今天对岸开公司开错条件，你还在坚持我不赚人民币吗？兄弟啊，现实一点啊，人家演戏口袋赚饱饱，就剩下网友用6位数密码保护个位数账户啊！哇，这人也太凶了吧，很现实的一个状况啊。这个是热度，不是营业额啊，6个人互刷3000万热度就能达到12万哦，这就是闽南人跟89以前想去大陆做的事，只是他们失败了，所以才疯狂抹回对岸啊！成功太成功了，馆长终于找到他的应许之地，最好了，符合命中注定的祖国，祝馆长宏图大展，全家落地生根，开战，不要再浪费时间在台湾了。酸溜溜哦，超酸的，有没有？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啊，有没有看到？好，军人子弟眷村长大，外省3代，太阳花觉醒，生长于此台湾产，这个是最绿最绿最绿的特质啊！会相信，会相信中国数据一定是脑瘫，看到这个数据还要继续装死的更脑瘫。国安人士指出
出，网红若因金钱诱惑切换立场，短期内争取曝光财富，但在公众形象中已经破产了，导致其在原有社会圈中社会性死亡，从意见领袖沦为毫无宣传价值的宣传工具。有人士强调这种立场发展对北京最具宣传价值，其统战效益也随着社会公信力而缩减。馆长未来恐将面临毁灭性下场，哪种毁灭性下场啊？怎么毁灭啊？怎么下场啊？说清楚讲明白啊！笑死人了，那就专门出这种垃圾新闻啊！我跟你讲啊，民进党就专门在出这种垃圾新闻啊，什么国安情之长，我又是国安人士，丢死人了，真。旺旺，八九准时收看智慧馆长直播，阿囧啊，你就认了吧，你就是馆长的铁粉粉，好不好？最爱看的就是你就认了嘛。没有馆长，你还能赚钱吗？你还有流量吗？真馆粉啊，自己认了啊，准时收看啊，我都没准时收看。毕竟我也是虚心学习嘛，人家有优点要称赞，但是有缺点我们也要指出。你看他跟馆长学习优点出来，对吧？当然，馆长前几天就已经搭飞机先去广州。奇怪，馆长什么时候去广州？我都还没那么清楚，你怎么那么清楚？又试水温了，我发现早上差不多9点10。阿馆几点开播我也不知道，大家强调当然我是强迫自己看呐，我准时，大家有没有准时收看馆长呢？有没有准时收看呢？就发现历史哥也没准时收看，对不对？我们做节目就是有用到我们在看嘛，要互相支援一下啊！你看他不仅准时收看，他还至少看了半小时来。我跟你讲，看半小时什么意思？他比线上多数的馆粉都还认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看这个数据，人均停留20分钟20秒。八囧一个人看超过30分钟，你还敢说你不是馆粉？他妈你这是大馆粉超大馆粉因为这是馆长线上数据哦。这么多馆粉平均一个人看20分钟，他还拉高了馆长的平均值，真爱粉啊！各位要检讨一下，你们还没有八囧真爱啊，馆粉才看20分钟。他看30分钟，谁比较管？死忠的哦，超死忠哦，还一大早爬起来看。前面我看了我都不知道，馆长你到底是主持人呢，来宾呢？他只会在旁边说是啊，对哦，好棒，旺旺，我知道。奇怪，人家的产品叫旺旺，八囧硬要变成旺旺，你要当狗，你自己选好不好？不过呢，他自己也都说了嘛，他是八筒嘛，他也不是八九。旺旺也不会写，人家讲的旺旺是品牌名称、公司名称，好吗？人家就叫旺旺集团、旺旺中时集团 ，OK？ 要讲成人家是汪汪，智商是不是有一点问题？你就直接直白的说吧，不要让我们那么为难。你要说你今天真的你有学习障碍、阅读障碍、写字障碍、识字障碍，还是真的有智力障碍，没关系，你就明白讲。如果你真的明白承认了，好，从今天开始，林北不酸你一个字。我要酸你一次，我就捐1万块给社福团体。如果你真的有障碍的话，你就大方的说出来。大家好，我是八囧啊，我真的有识字障碍，所以我旺旺跟汪汪分不出来。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好，因为你是身为障碍人士，那我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就不应该酸你，对吧？所以呢，我如果还酸你，那这样就不道德不厚道。我就每酸你一次，我认错，我就捐1万块到社福团体。如果是这样，就没办法。大家我是八囧啊，我就有障碍，我真的有识字障碍，你不要再酸我的，对不起。我就是会把旺旺变汪汪，我就是狗。好，那我认了，好不好？我认了，我是很宽容的，只要你认了，那就我认错嘛，对不对？我是拒绝霸凌的人，那第一个我一定跟你道歉。过去酸你的，我一定道歉。智慧馆长卖的是旺旺，智障八童看到的是汪汪，那我就没办法了，就真的没办法这脑子有问题啊！为什么他反讽你看得出来？谁知道他是反讽还是不是反讽？你是陆委会我真的觉得，身为你以前的前粉丝跟现在的黑粉他终于承认了，他是真粉丝，他只是为了工作假装是黑粉，实在倍感失望。你明明从8月到12月有4个多月的时间可以学习嘛，每天在家学习怎么走中国直播带货的那个口条跟那个介绍方式，对吧？还是说没有办法太平洋鸡排问候人家母亲你就不会带货了？不是啊，这个最像大陆口音的是你八囧吧？不，他就欠人家笑啊，他自己就承认了自己是粉分的，他是管粉分呢，真的大方承认的，那你就不要勉强了好吗？真粉啊，还黑粉真粉是真粉。说实在话，你在台湾开的 YouTube 直播那种543的就算立场跟我不同，起码我还看得下去，好笑。他每天都在看阿管直播，他还至少说他还看得下去，代表什么？他每天都在看，立场跟我不同，起码我还看得下去，好笑嘛。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你的词汇量不够不过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些馆长直播的画面了哈。身体旺，然后财旺福旺运道旺，旺旺。我知道你很爱旺旺，又来了，你很爱对中共的懒旺旺
就你啊，因为你脑袋瓜里面想你就是狗嘛，只有狗听到汪汪会觉得是狗叫声。我们正常的人在一个直播带货卖吃的地方，旁边就是一个大大的旺仔公仔，然后大家看到也知道那个旺旺是什么，那个旺旺就是那个旺旺小公仔，就只有你嘛，就是只有狗才会听到旺旺当汪汪，人的话听到旺旺会知道是旺旺的产品。大家都旺了，好不好？发大财！那我们一起来看。好，好，那个人旺气旺，身体旺，财旺福旺，运道旺。那我们重新来一遍，一起来一下。好，旺旺。哎呀，你是木头人还是稻草人？全场你张主席旺旺哇，其他产品让我提到50，大家都100万，剩下的钱可能台办跟统战部会出。来，完全的用自由时报在造谣来，然后刚才我们已经文中没有任何合约、汇款、公司公告可直接证明文件，叫做人属指控推论，拿指控推论来做节目，然后讲的跟真的一样，造谣啊！势力的介入啊，就把这个业配金额提到50万、100万，剩下的钱可能台办跟统战部会出。我不知道啦，我打上一个问号，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呐？哎呀，不是说大家都是傻逼啊哈！让直播间的观众大度公司来让我们观看天。你说了。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不认真做收回来，反正一起去看这个经费。店员馆长先去吐槽大的目的是一段馆长昨天跟前几天10万加就说是吧？我这么大，而且后面还有个10。我跟你说这一段馆长的人气只有10万。10万加是什么意思？是超过10万。你在大陆平台混那么久，你不知道吗？加就说有10万人观看，但诡异的点在哪里呢？馆长昨天跟前几天开那个 YouTube 直播到广州去舔共嘛，对吧？去舔染嘛，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最高在线人数4、5千，然后累积起来不到20万。笑死人！那你怎么不讲馆长跟汪小菲见面的时候在线同步45万？要真的讲人气不够关台的，好像是你耶。有一次大家还记得吗？阿童先生很气馆长，有没有？然后同时开台去吃火锅，结果流量太低，最后自己把影片给怎样？转成会员专属，有印象的可以刷77777。大家还记得巴童先生吗？他当时不是跑去吃火锅，然后很生气啊，他跟馆长批人气啊，他想说他也是100万网红，馆长也是100万网红，怎么可能人气会输他？我接机那时候最高冲到8万在线，结果自己火锅吃下去没人气就关门了，好像那时候只有几百人在线看他吃火锅吧？对啊，他最后自己关掉了，是不是？那时候他吃火锅的时候不是只有几百个人在看吗？吃火一边吃到最后崩溃嘛，然后这边说他不在意流量嘛，对不对？他在真实的台湾嘛，有没有？几百人在线，然后就崩溃了，然后就自己就把这关掉，关成会员专属了。他就是一直觉得他可以跟馆长 PK， 但你什么咖？拜托，你跟馆长比，你替馆长提鞋都不够啊！告诉你，这就是个馆长的小粉粉，每天怼着馆长直播看，每天就说：“哎呀，馆长拜托，馆大大拜托赏点流量给我，汪汪汪汪！”这直播就直接露馅啊！你看，跟他刚去那个下经费，还有那个新鲜感，那个流量是差多少？然后在抖音，在 YouTube 上流量这么惨，在抖音开播有10万加。废话，有点尝试好不好 ？YouTube 全球的华人海外，我跟大家讲不到5000万，全球台湾2300万，对不对？香港700万，澳门更少人口，澳门不到100万，澳门就50-60万，看700多万，好，香港加起来800万，香港是在3100万，对不对？3100万，每家北美地区大概200多万，算起来大概3300多万。然后呢，在东南亚地区比如说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加起来，再加上泰国跟印尼，加起来大概不到2000万我讲了，还是把一些所谓的华裔也算进去，因为很多华裔甚至已经都不会讲中文。这样加起来全球的海外华人，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以外的海外华人，全球加起来懂华文的大概就在5000万上下。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些主要的华人聚集区 ，YouTube 本来就不是一个以华文为主的主战场，全世界最大的华文区平台就叫做抖音，全球华人就是海外华人大概就是5000多万左右，而且就我说包含懂中文的，甚至还包含那些编辑的，比如说有人说印尼华人大概在900万，泰国华人大概在800万，但这些地方的华人会讲中文的比例没那么高，所以他可能他是华人，但他已经不用华文了，所以海外华文圈大概就5000万了。全世界上最大的中文平台就是抖音，没有其他了。跟抖音可以对拼的平台呢，其实也都没办法对拼但是呢，在大陆主要的平台，抖音之外有什么？有 B 站，大概 B 站呢，以它的这个商营的这种能量呢，大概这个 B 站现在还有微信号，然后呢有微博，有这个头条，然后小红书，大概这几个会员的数量都远远超过 YT 的华文区使用者的数量。YT 的中文社区，哪怕翻墙出来的人这些从大陆翻墙出来的人。整个翻墙出来的绝对不到1个亿，翻墙的人很多，人几千万是有，那就算几千万好了，那就给你5000万人5000万，就
1亿好了，你1亿在大陆的这个一般的平台，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巴囧最大的问题，除了我刚才嘲讽他的之外，反向嘲讽他之外，最主要是他的知识层次的认知非常的悲催呀。整个海外华文区哦，就是我讲大陆之外的海外华文区的总使用人数极限值，我认为差不多就在7000万到8000万左右，最多就差不多在8000万左右。8000万听起来很大，对不对？但你要分到这么多类项上面，但是在大陆啊，来我给大家一个考题，我们比较熟悉的平台啦 ，B 站的月活用户有多少？小红书的月活用户有多少？抖音的月活用户有多少？我说的是极限就8000万，但我认为一般在盖在3000万到5000万左右。因为什么？很多人其实就直接去看大陆平台了。比如说我作为一个 YouTuber 起家的，当然我现在也是哔哩哔哩的 UP 主，我是有牌子认证的嘛，10万牌子认证的。我看 YouTube 的时间可能低于看 B 站的时间。但是因为主要我在 YouTube 工作，所以我在 YouTube 时间还是多。要蹭阿管不是这样蹭嘛，好不好？你这样蹭很丢脸，你这样蹭真的很丢脸。大陆的规模真的不是你能想象的。抖音月活是9.07亿，我的天哪，太可怕了！它就是啊，都是鸟边喷我们，大概率都是灌的，有6，大概率都是灌的，6到7都是灌。你到底有没有点常识跟知识啊？我刚才给大家通算的嘛，就通算海外华文区是1个亿，然后极限就含翻墙算1个亿。B 站算第2梯队都屌打 YT 啊，更别说像是抖音啊，抖音是8亿啊、9亿啊，我的天哪，6成多到7成还在灌是吧？你不用骂我啊，你去骂 B 站上那些青鸟中国网红啊，你去骂他们啊，问他们是不是票都投民进党啊？虽然我每天也是拍影片给大家，我就唯独现在出国，我的心才完全没有胸闷的那种感觉。所以馆长，你有一个问题，就是可以去看心理医师，吃药也好啊，早点睡也好，或是出国旅游。但你出国为什么还是觉得身心压力之大？那就代表这个是什么呢？大家不言而喻，你并没有真的出去这个放松身心。本来去上班去工作的，谁叫你那么爽啊？所以巴囧是跟着过得很爽。那这些源自的一切是赚到这些钱，回到台湾之后，你会持续的焦虑忧郁。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你心里，你的潜意识已经流露出了，你是个台独分子。啊，真是太好笑了哇！巴囧现在连读心术都会，还担心馆长哇塞，党是个台独分子都读得出来了，又是听床师了。只是现在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这个债务跟这个股东，如果要离家的话，你要给他们，你有这些压力，所以你必须要用中华民国台湾人的身份给他们统战。但是我劝你，赚红钱要赚红钱，请你该守的底线要守住。有一些言论破坏中华民国主，甚至让我们台湾人民自主投给亲中政党，进而绥靖而渐进式的被中共给统一。有时候赚钱，虽然你说的赚钱不寒惨，但你不能伤害到别人。你这么做的行为跟背刺你那些人有什么两样？到时候台湾被打下来，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了，然后就是又什么国共内战什么诸如此类，全部算在你馆长头上，因为你支持侵略者。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喜欢记得订阅，不喜欢记得一定要。他最后还流露出了对这个馆长的关心之情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就这整段跟大家讲说，今天整个民进党的操作，面对馆长这个海量滔天的这个巨量的声量的时候，民进党现在是极度焦虑的。像巴囧这种呢，竟然一改之前各种嘲讽，而且是这种讲那种很难听的话那种方式，开始含情脉脉了，开始用温情来呼唤阿管要回头了。代表民进党怕了嘛？依照阿管目前的声势啊，再给他直播个半年1年啊，阿管说要筹集10亿抗绿基金、10绿倒赖基金。我跟大家讲，真的，阿管播1年10亿真的就到手，而且债务全清，健身房的股东全部都可以退掉。阿管播1年就好了，从现在开始播，也不用播1年，播到今年11月就准备投票。然后呢，民进党2026会输嘛？输掉之后，接下来呢，播到明年底，那接下来这10亿就到了。到了之后真的是急了啊，巴囧是急了啊。那大鹰派什么时候？之前巴囧对馆长是极尽嘲讽之能事，怎么嘲讽？拿馆长中枪的影片，一辈子的痛。景福门前面，在总统府凯达格兰大道上把它播出来嘲讽馆长，人家生死交关了。在那生死交关的当口，现在馆长一辈子的痛，他最担心的，开直播把家人都托付给粉丝了，觉得自己要再见了。他是公然的嘲讽馆长，现在竟然在那边，哎呀，你内心深处你是个台独分子啊，你要回头啊，温情喊话，是不是？所以今天其实你看到真正上巴囧他们这些人，他们真的怕了，他们非常之怕。馆长在背负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阿管迟早会王者归来，大家等着看啊！你们等着吧，青鸟巴囧你等着吧，赖清德你等着吧，你们太低估阿管的能量。在我观察，他们太低估阿管的能量。我之前就斗胆预言了嘛，阿管绝对会成为两岸网红第一人。我很早我就预言了，而且我会说阿管绝对会跟对岸的顶流啊是并驾齐驱，他一定可以成为在大陆的一个顶流啊。这每个都是我曾经讲过的话哦，有没有一一在印证？这一次你看阿管一波全网第2名，第1名太强了，不要比。
全网第2名也是够本的。你们现在就继续嘲讽没有关系，你们等着看。你现在每一句话、每一件事加诸在陈之汉身上，陈之汉一定会一一给你讨回来。